一个被斯坦福录取，兴奋到在车上尖叫的女生，隔年却在失去父亲的伤痛里开学。名校光环底下，真正撑住她的到底是什么？这是斯坦福校方为2026届学生 Gabrielle Edlin 拍的侧写。斯坦福大学部录取率常年在 4% 上下，是全美最难进的学校之一，录取本身就足以上新闻。但这支影片刻意不谈分数，不谈排名，而是把镜头对准入学后最脆弱的那段。挑在毕业前夕回头讲这件事，其实是校方在回答一个更本质的问题：一所顶大，除了牌子，还能给你什么？先听他怎么形容收到录取的那一刻。Getting in was honestly the best day of my entire life. It was December 15th, 2021, exactly at 7 p.m. I had applied early and we were waiting all day. I just opened the letter and then I saw the confetti and I screamed so loud in the car that the car next to us looked over. 这段是典型的录取狂喜，全家等了一整天，拆信尖叫到隔壁车都转头。重点不在他多开心，而在名校叙事最会卖的就是这个高光瞬间，仿佛拿到门票，人生就解锁了。但真正该留意的是，这是整支影片唯一一段讲进去的画面，之后全在讲进去以后。录取是行销最亮的封面，却是他故事里最短的一段。这个比例本身就是提示。然后开学没多久，他的世界塌了一角。Freshman year was really hard for me because I lost my dad. My fall friend group came to my room and knocked on my door and they were like, "What's wrong?" They held me while I cried. They packed my room. They cleaned my dishes. When I came back from winter break, it was friends just sitting with me. It was me. 大一那年，他失去父亲，室友半夜敲门，抱住他哭，帮他收拾房间、洗碗。寒假回来，还是有人静静陪住。这里藏住一个没被明讲的真相：名校真正的护城河，从来不是课程，而是同侪密度，把一群同样拼命又愿意接住彼此的人塞进同一栋宿舍。这件事别的地方买不到。你以为你在买教育，其实你在买一个会在你最低谷时敲门的社群，这叫同侪红利。4年过去，他怎么看当初那个尖叫的自己3 years, we set out our goals for the quarter. We kind of reflect and reminisce. I've learned a lot about myself at Stanford. I've become a lot more confident, a lot more sure of myself. It's so amazing to watch the people around you that you know are going to change the world. I feel lucky. 他和同一个室友住了3年，每季一起设定目标回顾，说自己变得更有自信，更笃定。多数人听到会归功于斯坦福把他变强了，但顺序其实反过来，是那个接住他的社群先给了安全感，成长才长得出来。环境不是把人塑造成功，而是提供了一块够稳的地板，让人敢往上站。这也是为什么同一所学校，有人如鱼得水，有人格格不入，差别往往不在学校，在你有没有把自己接进那张网里。如果把大学当成1比4年的投入，多数人只会盯着录取率和起薪这种看得见的数字。但这支影片提醒的是另一件更难量化也更耐久的东西，一群会在你崩溃时敲门的人。与其问这间学校排名多前面，不如问这里的人值不值得我把最脆弱的一面交出去。名校的牌子会过期，那张人际网不会。所以下次看到顶大录取的尖叫影片，也许可以多想一层，真正改变一个人的是门口那张纸，还是门后那群人？以上为资讯整理与观点分享，非投资建议，我们下支片见。想看更多大人物的白话拆解，记得订阅，也可以到 /invest 看整理。